假如你不善酒力，却成了斯大林手下的高官，那你可就惨了。与斯大林一同进餐，不仅不能拒绝饮酒，还不能喝得太少。在斯大林眼中，喝得少便是不忠的表现，迟早会遭到他的清算。那么，斯大林为何要用饮酒这种方式来测试军官的忠心程度呢？赫鲁晓夫曾在回忆录中透露过一个关键细节，他提到，在斯大林举办的一场酒宴上，一位军区司令因患有严重的胃溃疡，向斯大林请求不饮酒。斯大林当即沉下脸来，严肃地质问：难道你的胃比国家任务还要重要？在斯大林看来，喝酒从来都不是单纯的消遣，而是以最低成本检验下属对自己权威认可度的手段。连一杯酒都不愿为领袖承受，又何谈在复杂的政治风浪中绝对服从？因此，第二天一早，这位拒绝饮酒的军区司令便被调往了偏远的边境地区，从此远离权力核心。正是斯大林这种极端的酒桌文化，让部分真正有才能却不善饮酒的人被埋没。所以，无论是有真才实学的人，还是酒量出众的人，只要想获得斯大林的信任，都会选择在酒桌上坚持到底。米高扬便是其中的典型。他每次赴宴前都会提前喝少量伏特加阿迪，即便后来酩酊大醉，也会强撑着敬完每一杯酒。也正是这种对斯大林无条件服从的积极姿态，让他在苏联多次政治风波中屹立不倒，始终处于权力中心。除了考验忠诚度，斯大林的这些鸿门宴还有另一个重要作用，观测人心。毕竟斯大林没有读心术，无法直接知晓手下官员的真实想法，而酒精恰恰是瓦解人心理防线的利器，自然成了他手中最有效的测谎仪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斯大林在酒宴上并不会刻意讨论政治话题，往往会等到大家酒过三巡，醉意渐浓之时，才会在看似随意的闲聊中夹杂自己真正想要询问的政治问题，这让很多官员防不胜防。1937年正值苏联大清洗运动的高峰期，这场运动以肃反扩大化为主要特征，大批党政军官员、知识分子等遭到无辜牵连。一位内务部高官在酒宴上无意间抱怨，认为当时的逮捕范围过于宽泛，可酒宴刚一结束，他就被斯大林以外地考察为由调离莫斯科，此后便杳无音信，再也没有出现在公众视野中。正如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所言，在斯大林的酒宴上说话就像走钢丝一样危险，酒精会让这根平衡杆晃得更厉害。更令人防不胜防的是，即便你侥幸通过了忠诚度语言与试探质量关，还有最后一道难关在等着你，那就是酒后结党的嫌疑。人在醉酒之后，总会不自觉地与亲近的人攀谈，或是对看不顺眼的人发脾气，说怨言。而斯大林为了保持清醒的头脑观察众人，在酒宴上从不贪杯，等其他人都喝醉后，他便会仔细留意每个人的言行举止与互动细节。例如在1948年的一次宴会上，两位苏联元帅酒后用格鲁吉亚语交谈，斯大林本人便是格鲁吉亚人，对本民族语言极为敏感。他注意到这一情况后，立刻让翻译告知谈话内容，即便得知两人只是在聊家乡琐事，他依旧心存疑虑。不久后，斯大林便借着军事改革的契机，将这两位元帅调往了不同的战区，彻底切断了他们私下密切接触的可能。在斯大林眼中，任何经酒精催化的私人交往，都有可能演变为威胁其集权统治的小圈子，因此必须提前防范，扼杀于萌芽之中。不过，斯大林的这种酒桌文化，在当时就引发了很多人的非议。但实际上，当时苏联的官员考核制度早已沦为形式主义，官员们在正式场合只会说一些政治正确的套话，空话来应付考核，而非凭借自身的真才实学立足。比如在1932年至1933年的苏联大饥荒时期，这场饥荒主要波及乌克兰、北高加索等地区，底层民众饱受饥饿折磨，甚至到了啃树皮、吃土的地步。而苏联中央秘书处的官员们却依旧奢靡度日，每月要消耗 1.4 万支烟卷，食堂开支高达 6.6 万卢布。这种尖锐的社会矛盾，在正式会议上没有任何人敢提及，可在一些较为放松的酒宴上，却有人会毫不掩饰地流露不满。斯大林在无法从正式渠道获取真实信息后，便想到了利用酒宴这种特殊场合搜集情报，进而展开酒桌政治。但这一做法反而加剧了官员审核的形式化，最终形成了审核越虚，酒桌越重要的恶性循环，让苏联的官员考核制度彻底失效。即便有官员找借口不参加酒宴，他们也深知酒桌上的任何失误都可能致命。这种心理暗示让他们时刻对斯大林保持着敬畏之心。相较于特务监控所需的高昂成本，酒宴上的一杯酒便能让官员不自觉的自我暴露。这种低成本的信息获取方式让斯大林屡试不爽。然而，
这种酒桌文化也让官员们逐渐不敢说真话，不愿说真话。1941年6月22日，德国突然入侵苏联，爆发了苏德战争。在此之前，即便有部分苏联将领通过情报分析等途径，敏锐地察觉到了战争危机，却因害怕在酒宴上酒后失言而选择沉默。这种集体沉默的代价，最终让苏联在卫国战争初期付出了惨痛代价，数百万士兵伤亡，大片国土被德军占领，苏联一度陷入极为被动的局面。酒桌政治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斯大林的集权统治，却让苏联政坛付出了沉重代价，形成了以身体换仕途的荒诞生态。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就坦言，为了活下去，我不得不喝到胃出血。这种自我伤害式的服从，在当时的苏联官场已然成为常态。白俄罗斯国防部长曾因醉酒后无法念出讲话稿，直接被撤职。外交部的多位官员也因酒后失态，丢掉了官职。官员们比拼的不再是治理能力与专业素养，而是酒量大小与奉承技巧。当斯大林举起酒杯时，他测试的从来都不是下属的酒量，而是他们无条件服从的底线。酒精不过是撕开人性伪装的工具，酒桌则是苏联集权体制的缩影。尽管赫鲁晓夫在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逐渐掌握苏联最高权力，随后废除了这种强制性的酒宴制度，但他晚年仍会时常想起那些破晓时分的宴席，并感叹道，酒杯里装的不是葡萄酒，是我们所有人的命运。这句感叹或许正是对斯大林时期酒桌政治最深刻的注解。